女子香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自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，谁敢闯？亡命月，心念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一场，眼一闭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如果是渊红，他会没命。看来这把木剑很适合你。我们是来救人，不是来杀人。东西我已经按约定帮你们弄到，不过这样一根不起眼的绳子，到底传递了什么重要信息？冥鬼百变，表里不一。子房久仰大名，始终未有机会得见，还请班大师指教。张良先生好眼力，墨家相信天地间有鬼神长存，赏罚善恶。祖师爷以结绳变化组合之法，记录墨者的善行恶端，告慰鬼神，命名为冥鬼绳结。在不断的使用与改良中，它逐渐成为只有墨者能懂的秘术暗语。它还有另一层含义，那就是明着搞鬼。原来还有这层意思，有趣。这段冥鬼绳结包含了计数与方位的组合，这个代表向右，这是一个2位数字，1和5，那就是向右走15步。这种绳结则表示向左，沿着这条路线就可以找到道直的牢房所在。潮汐的涨落每次间隔3个时辰，赤崖域内结构复杂，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找到道直。子曰：“郁郁乎文哉，诚不我欺。”此处是我儒家历代先贤经典，此处是道家典籍，此处皆是农桑之术。始皇帝陛下平定6国之后，
推行书同文的政策，命令即刻废除原来的6国文字，统一使用大秦小篆。这福念先生也应该知道吧？是。那为何这些新抄录的书籍所用的都还是原来6国的文字呢？儒家建立藏书楼的宗旨，是希望成为我华夏一族文化的渊薮，列朝列代的经典都能够完整的传承下来，方可追慕先贤之功，福泽子孙后人。福念先生可知道始皇帝陛下推行书同文的用意吗？始皇帝陛下深谋远虑，福念不敢妄加测夺。文乃心生，文不一，说明心不一。对于帝国，这是最大的危险。楚庄王问鼎以来，战乱绵延数百年，根源即是人心纷乱。始皇帝陛下深鉴于此，所以制定此国策，以期四海一心，这才是彻底解决天下纷争、福泽苍生的唯一之道。除此之外，皆是小事。承蒙公子教诲，福念即刻让人重新用小篆抄录楼中全部书简，但也恳请保留这些原籍，以不负此楼宗旨。这我可以答应你，不过我也想请福念先生帮我一个忙。小圣贤庄一直为天下人所敬仰，所以我希望从今往后，你们无论课业还是日常，皆都使用小篆，成为帝国子民的表率。儒家本是入世的学问，君可不行儒道，儒道欲行，却必须要通过君王。福念先生，这其实是一个机会。公子，您邀请的那位贵宾到了，是吗？好，福念先生，听说上次李相国到访的时候，与贵庄有一场辩和比试，颇有雅趣。不过儒家兼修6艺，齐鲁3杰非但学识卓越，更是闻名天下的剑术大家。所以今天我想来一场以剑论道，你意下如何？我的朋友到了。这次子房居然能说动你们2位来接应我，看来在他心目中我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嘛。久等了，小庄。这家伙整天在我耳边嚷嚷，吵我睡觉，我早就想揍他了。弱者总是用善良来掩饰内心的软弱。时间紧迫，我们现在就去找庖丁。我知道庖丁被关在哪儿，只不过有一点很奇怪，这个监狱的机关非常特别。我们墨家机关城是以水作为动力传输，连接中枢机关。但据我观察，这座监狱的齿轮组都是独立的，传输机关似乎被隐藏了起来。也就是说，中枢机关的位置还不能确定。
张涵这家伙不好对付，不知道他接下来会玩什么。走吧。又出现了。什么出现了？我有一个猜测，还无法确证。这个房间，难道……我们进去。有点不妙。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刚才还是大白天，怎么一下子天这么黑了？和我猜想的一样。石兰，你猜到了什么？在蜀山有一种迷阵叫蜀道，不懂的人一旦进入，就会迷失其中。蜀山危虎，蜀道难西。我还以为是蜀山的道路险峻难行，居然是一种迷阵。你如果说是鬼打墙，我就明白了。不一样，蜀道虽难，但对于懂的人来说是有规律的。就像兵家阵法，对于己方士兵，懂规律就能进退自如；但是对于敌人，会深陷其中。那石兰，你知道怎么走出去？这个庭院应该就是基于阴阳术设置的一座迷阵，对于外人而言，很难看破规律。哦，那还是鬼打墙喽。你忘记了吗？我们之前也是进入了那样一个房间，然后一开门，外面的走廊发生了变化。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出去，那么房间一定是关键。那里有人！月儿，是那时的。月儿刚才是往这边走的，我们快点追过去。月儿他去哪儿了？真的是在下雨。我本以为会是幻觉，但这……移门关闭，房间成为密闭空间后，再次打开，走廊就会出现变化。走廊的变化与房间之间的联系究竟是什么呢？如果不是走廊在变化，而是我们进入的这些房间在变化呢？月儿，这个女孩刚才还穿着完全不同的衣服，这到底是真实还是幻影？月儿，等等，天明，小心有诈！月儿，天明，这边。等等！天明，天明，这边。天明。月儿又不见了。他似乎懂得这个迷阵，在引导我们返回原路。乾隆继续往前，带着我去寻找。
月儿不见了。星魂大人，我很好奇，刚才是谁发出的魂兮龙游？惊扰到星魂大人，真是抱歉。被东皇阁下如此重视，这个女孩果然不同凡响，肌如千龙，名字也很特别。东皇阁下关注的人，你最好不要太感兴趣。哦，异魂之法识人心神，不到非常之时，不可善用。月神大人对他施展异魂法，难道不怕东皇阁下怪罪？我正是奉了东皇阁下之命，寻找隐藏在他体内的重要线索。重要线索？难道他与那个号称阴阳术第一奇女的燕……这个名字已成为禁忌。哼，的确，听说你似乎一直不太喜欢她。从墨家带回这个女孩，同时还找到了失踪多年的幻音宝盒。夜神大人在探寻的线索与苍龙七宿有关。幻音宝盒是揭开苍龙七宿的关键所在。黄道星图是幻音宝盒的钥匙，只有精通占星律的人才有可能从万千魔音中选出特定的乐器。这个女孩既然能够运用魂兮龙游，是否也已修炼到占星律了呢？告诉我，千龙，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？这些问题，东皇阁下自会思量，不必劳驾星魂大人了。啊，这个自然。看来月神大人已然有所斩获。金乌啼血，东方破晓，真相仍然隐藏在迷雾之中。看来我有必要去见一个人了。月儿不见了，我们又迷路了。他指引我们走过的路，似乎隐藏着破解迷廊的方法。哦，好奇怪的乌鸦。有3只脚，3只脚的乌鸦，这！传说中的3足金乌，居然真的存在！蜀山浩劫，至宝尽失。一旦余渊封印解除，灾难之门将再度开启。我们已别无选择。不，这样做太危险。哥哥他已经追踪蜃楼而去，也许还来得及。没有时间了，只有这样才能为你们争取一线生机。
梦啊呀！小玉，找到三足金乌，他会指引你们前路。石兰似乎一直都在调查蜃楼，而蜃楼上有这么多东西来自蜀山，蜀山与阴阳家之间究竟有什么纠葛？石兰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在我们蜀山的传说中，三足金乌是太阳的使者，它能够照亮前路，为迷途的人指明方向。那他是来给我们引路的。天明，小心！你怎么样？没事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刚才那只三足金乌从你的身体里穿过去，消失了。那不是你们蜀山传说中的神鸟吗？为什么它要攻击我？不，并不是攻击，但三足金乌为什么会选择天明？好热，好热！这是蜀山的图腾。蜀山的图腾代表五行轮转、顺生逆克的意思。五行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三足金乌在指引我们，与我们的蜀道迷阵相似。这些不同的走廊，对应着不同的五行属相。雨为水，日为火，且庭院中木在上，土在下。水克火，则日转为夜；火着水，化而为雾。这里唯一缺少的是金。三足金乌告诉我们，顺生逆克。当时我们由金入火，是为逆克而入，现在需要顺着与火相生的属性返回。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属西方。我明白了。三足金乌是太阳使者，刚才他所在的位置必定是东方。我们朝着相反的方向走，往西，穿过中央之土，应该就能找到破解的方法。中央之土，中央之土的9宫之数为5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需要由此向前，拐入第5条向西的走廊。3、4、5。太好了，我们成功了！我等你们很久了。剑道馆洒扫已备，恭迎公子和各位贵宾。赵府令，你刚才说大诗人已经到了，现在何处？禀公子，他早已在这里了。在这里？那为何？世间无我，处处是我，处处是我。哎呦，想吓死人家呀！和其光，同其尘，湛兮似或存。这是道家的至高心法，和光同尘，果然是他。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小梦大师，这是人是鬼啊？不要胡说，这是道家天宗的掌门。天宗掌门怎么会是一个年轻女子？当年孔子拜访老子，赞叹其游龙也，世人以为只是谦逊之词，今日一睹小梦大师风采，方知是肺腑之言。
常无欲，以观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观其徼。那是孔子的境界未到而已，否则就不会大惊小怪了。扶苏公子请小梦来，原来是想借这个典故压儒家一头啊，好玩。这个小梦是什么人啊？一个小丫头居然这么狂！小梦前辈，儒家伏念有礼。荀况为何不来？师叔早已不问世事，我们晚辈也不好勉强他。300年前，道家因为对道的理解不同，分裂为天宗和人宗，一直争斗不休。这位小梦大师便是本代天宗的掌门，所以你不要看他年纪轻轻，其实辈分极高，深不可测。那个逍遥子不就是仁宗掌门吗？这么说来，他们2个是对头喽。天宗、人宗分裂之后，争夺的焦点便是那把祖师传下的血迹。双方约定每5年比试一次，胜者即可执掌血迹。小梦大师，请上座。现在血迹在逍遥子手里，那就是说，当年这个什么小梦是输给了逍遥子喽？输给逍遥子的是小梦的师兄赤松子，当时他才是天宗的掌门，虽年逾70，但修为已接近天人合一的境界，已经连续3轮执掌血迹。败给逍遥子后，第2年就去世了。天宗小梦从来不问人间之事，这次居然受扶苏之请来对付儒家，实在不可思议。当时小梦又在哪里？他一直都在闭关修炼，长达10年。闭关10年？今年才出来正式接任天宗的掌门，却正好又逢新一轮的血迹争夺战。唉，这也许就是天意吧。这女子，这小梦现在到底是几岁？18。今年道家可有好戏看了。公子，现在贵客皆已到齐，是否可以开始论剑之比？这次比试以3局定输赢，每局上场人数不限。若有一方主动认输，比赛即刻终止。伏念先生，如此可否？一切以公子之意为上。今天我们只是以剑论道，点到为止，切勿伤君子之仪。雪女妹妹就是这么给客人端茶的呀？哟，是赤练姐姐大驾光临，真是误会大了。刚才我觉得背后阴风阵阵，还以为有坏人呢。阿雪，怎么了？雪女妹妹这刀子嘴和凌波飞燕一样出名，我的豆腐心可受不起。拜流沙所赐，容姑娘生命垂危，一直昏睡不醒。眼看自己关心的人身陷危难而无能为力，那种揪心我理解。你它名叫青灵火焰蛇，别看体型幼小，它的毒性比普通毒蛇要厉害100倍。
有多毒，江湖中无人不知。但凡大补灵物生长处，100步之内必有制毒。这条青灵火焰蛇虽然可怕，却与另一件奇珍灵药是好邻居。碧血玉叶花，不错，它们既是天敌，又互为共生。诗云：“胡为悔意，或谓之蛇医。”高先生果然学识渊博呀！可经过蛇毒浸泡，灵药岂不也成了毒药？毒药，毒药，毒与药本为一体，药用的错误也会杀人，而毒用的正确亦能救人。我常年与毒蛇为伍，练就百毒不侵之体。而医仙荣姑娘遍尝百草，一定也有很强的抗药体质。想要医治，必用非常之法。这番话竟和荀夫子所言相同。我认为这次他没有说谎。流沙一向不做亏本生意，青灵火焰蛇如此珍贵，你的交换条件又是什么？不是条件，而是请求。墨家替我接应一个人。将军，最底层的修门已经被破坏，导致逃走了。已经开始了。我的天！监狱居然整个都在变动，这就是奇门遁甲的威力。一旦变化完成，我们找到庖丁的希望会很渺茫。跟我来！看来猎物已经入笼了。第一场开始。帝国这次有备而来，可以出战的人选众多。小圣贤庄里只有我和2位师兄能与之对阵。公孙玲珑上次论战失利，扶苏不会再次用他。楚南公年事已高，且曾多次助我，可以不必顾虑。赵高是罗网之首，修为据传高深莫测。但他身为中车府令，乃帝国权贵，且有6剑奴在场，必定不会出手。所以这次最有可能出战的就是他们。6剑奴和圣七皆是一流高手，天宗小梦向来避世自修，深不可测。这次却应扶苏之邀前来，想必绝不仅是做壁上观客。圣七与魏庄交手不落下风，实力接近鬼谷双剑，
6剑奴为赵高器重，各执名剑。每一个加入罗网前，都曾是名动一时的剑客。再加上天宗小梦，无论从人数还是实力，儒家都不占优势。大师兄配剑谱排名第3的太阿，常年修身，加上他独创的圣王剑法，是我方最强、最有保障的人选。3场比试2局为胜，我和二师兄出战，2战全胜，自为最佳。如果1胜1负，那么大师兄还有机会力挽狂澜；如果2局皆败，那么大师兄根本就没有机会出手了。如此看来，最好的策略就是主动选择对手。儒家张良，请指教。果然不出星魂大人所料，是你红手坏女人！大司命的骷髅血手印，玉器攻击，威力巨大，我们根本避无可避。墨梅是历代巨子的掌门信物，你上次已经供奉了一把飞弓给我，这一次你准备了更好的礼物。做梦！飞弓我也要亲手拿回来！这把墨梅上有着大家对我的信任，握着墨梅的我，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我。这次我绝不会放手！哼，真是可笑！天地危险，快放手！宫保鸡丁，天寒殿，故技重施，找死！接招吧！天明身怀墨家巨子的绝世内力，有着超乎常人的抗击打能力。我属于力量刚猛型，而石兰你则以灵巧快速见长。我们若是发挥各自长处，分工合作，或许能与大司命一较高下。解牛刀法的威力竟然增强了！趁现在！机关似乎停止运行了，只是暂时的。监狱的格局会随着机关变动发生变化，我们必须在下一次变化之前找到破解的方法。我听说这东西比我们墨家的机关术复杂得多。不错，奇门遁甲号称帝王之学，是奇门、六人、太乙3大秘宝中的第1秘术，融合了太极、八卦与阴阳5行，想要破解它实非易事。张涵居然把我关到这么厉害的监狱来，真是太看得起我了。事实上，这里最初是姜子牙在封地所修建的军事堡垒，直到数百年前，齐桓公为了关押拥有异术的戎狄蛮族，才将这座军事堡垒改造成了监狱。这鬼地方居然有这么大来头，那我们还逃得出去吗？
奇门之术千变万化，包含3奇、6甲、6仪、9门、9星、9神，分为排功法与非功法2种。排功法拥有262144种变化，非功法有531441种变化，玄妙难测。想要破解奇门遁甲，关键是要掌握它的变化规律，根据规律推算出变化后的方位。但是这个推算十分复杂，即便有图纸对照，也不一定能立即破解。而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们必须知道监狱的最初布局。你是说要根据初始布局才能推算出庖丁牢房的位置？这是推算的基础。哼，监狱最初的布局都在这里。你作为一个高明的盗贼，离开现场前必须有能力将每一个细节复原，否则会带来无法挽回的伤害。噬牙玉号称吞噬生命的利牙，不会给猎物太多喘息的时间。今天我们只是以剑论道，点到为止，切勿伤君子之仪。第1场开始。儒家张良，请指教。张三先生第1个登场。这次比试形势对儒家明显不利，子房你要如何应对？子房有一冒昧要求，望公子首肯。但说无妨。人云如遇古剑，成见君子。子房想与这几位执掌越王8剑的兄台请教。6剑奴处于劣势下，主动选择对手是明智之举。不过6剑奴身份虽然卑微，实力却非同凡响。你们意下如何？阁下是乱神兄，动手吧。公子既然设定这次比武的宗旨为以剑论道，自然要好好请教一下。人长得丑，用的剑也丑。在下这柄佩剑名为灵虚，清脆格质剑鞘，浑然天成，嵌18颗北海碧血丹心，剑身修齐秀丽，通体晶莹夺目，不可逼视。承蒙楚国著名相剑师风胡子点评，空谷临风，亦是灵虚，位列剑谱排名第10。哇，张三先生的佩剑果然厉害，他用这把剑真是太般配了。排名第10，很了不起。动手吧。乱神兄，既然是论剑，是否也介绍一下你的佩剑？什么？张良不知道要耍什么花样。公子，乱神兄，请介绍一下。这把剑叫乱神。可有什么来历？没什么好说的，动手啊！非也，我刚才想要请教越王8剑，但是乱神兄手中名剑，却偏偏是你们6位中唯一不属于越王8剑的一把。若非实力非凡，且大有来头，如何能够位列其中呢？你光动口不动手吗？
动手自然是要动的。剑如君子，胜负是小，论道是真。如果不问青红皂白，见面就拔剑相向，岂不是变成了山野村夫？更是违背了公子定下的论剑大义。张邯那里派隐秘卫急报，看来张良早有所料，所以特意挑6剑奴做对手，而且还故意拖延时间。如果不论道，只拼命，我现在就可以认输。不知公子意下如何？好一个不拼命只论道！子房的确好口才，莫非你对这把乱神古剑颇有了解？这把剑来历不凡，说来话长。这把剑来历不凡，说来话长。公子日理万机，惜时如金，子房长话短说吧。是，儒家祖师《论语》中有云：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，其中就提及此剑。其原意乃指修学之人治国之道，循天地之法，重人事民生，不可妄谈怪异神明之事。此剑原来亦为越王勾践所铸，以白马白牛祭昆吾之神。铸成后的确削铁如泥，携带风雷，威力无比，越王大爱之。然而次年吴越之战，勾践大败，此剑也落入吴王手中。后越王卧薪尝胆，最终一雪前耻，因此剑寓意不详，改名为乱神，另寻名师再铸8剑。所以乱神虽为越王名器，却没有列入8剑之中。张三先生如此博学多才呀！想不到这把剑还有如此来历，扶苏受教了。你论剑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可以动手了吗？不可以。我刚才请示公子，想请教各位执掌越王8剑的兄台，指的是你们6位。这就是庖丁牢房原来的位置。的确精准。结合地图与我们走过的路线来看，可以断定监狱利用的是飞弓排法。接下来，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根据你的记忆找到正确的路线。时间不多，我们务必要快。地理方位是奇门遁甲变化的根本。生伤休度，景死经开，8门分别对应8个不同的方位。中门之外，8门分为阴阳2盾，伤、生、休、开4门为阳盾，经、死、景、度4门为阴盾。阳盾顺移其逆步，此为第1局；阴盾逆移其顺行，此为第2局。阴盾和阳盾每一次变化，都会改变原来的路线，但它们会形成新的路线。无论如何变化，最核心的规律不会改变。8门定有一次连通，我们必须在监狱再次变动前找到。新一轮变化马上就会启动。找到了。哎，是你们？嘿，
怎么才来啊？哼，他们找到了正确的路线。蚂蚁的生命力似乎比我想象的更顽强。那么，这样如何？三师公要一个人挑战六剑奴，如此张狂，真不像张三先生的作风。我一个人就可以，你还不够资格让我们六个一起出手。刚才子房之请求，公子已经同意了。听说六位一体，神乎其技，如蒙赐教，荣幸之至。看来张良的目的就是拖延时间，让罗网无法抽身。既然张良先生执意求救，要不你们几个就给他上一课吧。速战速决。六位执掌上古名剑，是否也请各自介绍一下？我们先论道，后比剑，如何？兵器无情，先生小心了。杀气！住手！公子，看来论拼命的话，我不是你们对手。子房，你的唇枪舌剑威力也不小，不亚于罗网凶器。子房愿意认输。子房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这一场你们就算是平局。平局。是，六剑奴退下。这次是公子在场，下一次你还有机会吗？章邯那里需要调度，罗网也的确不宜在此久耗。你让他们去吧。张三先生居然打平了第一局。子房虽然身处劣势，但算准了每个人的品行性格。公子宅心仁厚，原本是想恩威并重。罗网残忍嗜杀，有失风度，令他不悦。而六剑奴匆忙离开，莫非也是你有所安排？更强大的敌人即将赶到，希望你们一切顺利。子房技不如人，全凭公子宽仁体恤。王者之风，子房拜服。赢了什么算拥有？坦白总会输给了沉默。一点点情绪汹涌的挣脱，对错和错过，谁能看？